我要上分體水， Z63好勁㗎啦喎，我要上分體水，顯卡裝大雕唔啱咩？我要上分體水。但係你上次煲滾咗啲水爆管喎，我裝兩個大冷排，我使煲滾啲水。IT 差，你裝兩個大冷排，酒館酒撚死你喎！我要上分體水。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这一次我们要用自己设计的量产版 ITX 电脑机箱组装一台280+240双冷排的分体水的疯狂的 ITX 主机。之所以做起量产机箱的缘由，相信老观众都比较清楚了去年为了赶上 PC 小型化的时代潮流，以及一时兴起去定做了一台自己设计顶部图案支持240水冷，同时加入了还算新鲜的侧边冷光线的 ITX 机箱并用它装了一台主机做了一个视频。结果视频出来之后反响非常的好B 站这边已经有40多万播放了，很多人都说想要同款的机箱甚至在油管都有一堆老外问这个箱子是哪里有卖的所以这个机箱的量产化就推上了进程。中间因为疫情、人员调动和淘宝店铺开张等原因耽搁了一点时间直到5、6月份准正式的样板才终于出来了并开放了预定。在这中间，我们对这个机箱做了大量的调整最终变成了一个极限散热状态可以装280冷排加3槽全长显卡，极限存储状态可以装7个3.5机械硬盘的怪物 ITX 机箱。考虑到光之前的动态和淘宝店铺上面的几张图片，可能没有办法将我们这个机箱的结构功能设计啥的详细介绍给大家。同时我自己也想在性能没有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将蛮久之前组装那台超大超占地方的主力电脑给替换一下，节省一些桌面空间所以这一次可以一边给大家演示功能设计一边可以用这个箱子给我自己装一台新的配置不含糊的主力电脑。那么在开始装机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机箱这一次我会把机箱的设计理念、功能细节、调整的原因什么的做一次详细的说明因为设计机箱其实真的挺好玩的如果是有看过上一次直播视频对这个机箱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想直接看装机部分的话，这里有跳转的点。这个箱子的名字是 Vector One，Vector 的中文意思是矢量向量起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看顶部开孔有不少 V 字形图案有一点指向性，然后整机方方正正的，还有一些线条的设计就拿了个 V 字头沾点边的英文做名字了。说到顶部开孔，这个图案是我自己用 AI 矢量图设计软件画的最初在去年的原型机上的图案要小一点，更简洁，是因为当时只需要覆盖到240的冷排散热孔，但是正式量产版的机箱已经可以支持到280的水冷了所以散热孔的覆盖面积就要加大加长，于是顶部图案经过好几次修改之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机箱的颜色选择这里，我们实际做出过银色和深灰色的2种样板。银色在空机箱的时候其实很漂亮当然比较可惜的是现在的电脑硬件都是黑色为主，整机装起来之后就会显得有一些突兀。而深灰色机箱和黑色硬件搭配起来明显就和谐很多装上黑色的防尘网之后，顶部图案因为对比度的降低，张扬的风格也会得到一定的收敛再结合上次大家投票出来的冰蓝色的双侧冷光线出来的视觉效果起码我自己是挺满意的。另外，正式版顶部还会多6口抽钉，这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装了硬件进行快递运输的话，顶部水冷支架的固定点受到的冲击力会比较大为了防止在运输途中或者是长时间使用时出现问题就进行了加固。特别是加装了机械盘的情况下，压力会更大，因为机箱是深灰色，顶部加上黑色的小抽钉之后，其实没有那么显眼，而且本身顶盖的开孔构图也是比较复杂搭配起来感觉还算搭。机箱主体是主板和显卡背靠背贴在一起的立式结构或者说俗称的 A4 结构。目前使用 A4 结构的机箱非常多，各种厂商都有在做。但是呢就像拓海家的86和别人家的86是两回事一样虽然都是 A4 结构的机箱，但是调教出来的差异是很大的。Vector 1这个机箱是肥仔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进行大量的修改调整多次找代工厂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喝茶并成功把它逼疯，再结合工作室玩 ITX 的小伙伴的建议才做出来的。中间起码打了3、4次样板每一次我们都会拿不同的硬件实际进行安装，看看哪里不够方便，需要做什么调整费了很多的功夫才终于做出一个我们感觉还算比较 OK 的产品。虽然名字叫做 V1但是量产出来大家拿到手的实际已经是 V4、V5 版了设计期间也参考过很多别人家的机箱可以说简直就是 Nobody knows ITX is better than us 了。机箱现在不含脚垫的尺寸是343×155×259毫米，约13.7升。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大这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组装 ITX 主机的时候发现如果太小硬件兼容性和散热能力会变差，走线和安装的难度也会提高。而且1-2升的容量差距不是放在一起仔细对比其实真的没有很明显的感觉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追求极致的小，反而考虑在可以接受的体积内增加兼容性以及调整好细节。最终出来的成品它是可以组装出接近于 ATX 级别的性能和扩展性的主机的。OK， 那么来看一看细节设计，看看我们到底干了啥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逐个区域来介绍首先是从顶部开始。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机箱顶部是可以兼容280的水冷的。我们测试过恩捷的海妖 Z63 可以顺利装上去，这个280水冷的性能比部分360水冷都要强了。然后如果你的 CPU 发热量没有这么大，换成120水冷、240水冷、12公分和14公分风扇等，当然也是可以支持的。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 ITX 主机要上水冷这个我相信尝试过组装高性能 ITX 主机的人应该都有体会。目前限制 ITX 主机性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散热下压式风冷会把热量往机箱内部散发同时 ITX 主机体积比较小，空气的容量不多，就很容易热起来。而水冷可以直接把热量送出机箱外面可以有效的缓解 ITX 主机积热的问题看看我们之前 1K 水冷评测的人应该记得。猫头鹰 D15 在开放式裸机平台上面的表现比很多240水冷要强放到机箱里面就反而要弱一点点在 ITX 小机箱里面这种现象会更加突出所以水冷的支持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上一个120的水冷也要比下压式的强不少。经过我们测试，在 Vector 1里面配合 EK240一体式水冷还有恩捷的海妖 Z63 压制 990K 和 3900X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如果你愿意牺牲冷排的尺寸，使用120水冷，就可以通过随机箱附送的硬盘架来安装2个3.5寸的机械盘配合机箱其他的硬盘安装位，这个箱子最大可以安装4个3.5寸机械盘，就可以放很多的游戏和大姐姐了同时，正式版也会配减震螺丝，减少硬盘的震动来增加安全性。然后，如果你觉得4个硬盘位都还不够，比如想用这个机箱装台 NAS 什么的你可以连120水冷也放弃掉，在顶部再加装一个硬盘架，就又可以再装2个机械盘了。这个机箱的3.5寸硬盘安装极限是7个，剩下几个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来讲。说起来，这个冷排支架和硬盘支架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调整最开始的版本只能对准螺丝孔位来安装240水冷硬盘架也是需要先连同硬盘一起固定到冷排架上，然后才能装到机箱里面，拆也要连水冷架一起拆下来，非常不方便正式版水冷和风扇的安装位置已经可以左右自由调整了硬盘架也可以单独拆装，人性化了很多。过来是机箱中部，主板默认是支持到17×17的标准 ITX 主板。如果你愿意把水冷缩成120，长一点的 DTX， 甚至部分小号 MATX 主板也是放得下的就是我们买机箱时送的 PCI 延长线就不合适了要另外自己配。不过 C8i 不行，因为 C8i 不光是长，它的 NVMe 硬盘还是装在一块很高的子板上面的这东西超出我们机箱的散热器高度限制了，除非你不用 M2 固态。说到高度限制 ，Vector One 最高支持到65毫米高的散热器，猫头鹰的 L9X65、利明的 AXP100C65等优秀的 ITX 散热器都能安装装完之后距离侧板还有2毫米左右，我们测试过风噪效应不明显。主板左边的是电源位最大支持到银星的模组接口凸出来的总长13公分的 SFX L 电源现在努力一下是能进去的，我们试过。常规的 SFX 那当然就很轻松了。在电源安装支架的侧边还有2个2.5寸的硬盘位，也就是可以加装2个 3.84T 的企业 SSD 了。而且这里如果不装硬盘的话，它本身还是一个走线的卡扣，可以把那些多余的线材以及多余的水冷管卡在里面。真正装过 ITX 的人才会明白，线材其实也是有体积的。接下来转到机箱的左侧，也就是主板的背后，这也就是显卡的安装位。经过上一次调整之后，这里已经可以直接安装3槽的高端显卡了厚度极限是63毫米。我们测试过超厚的机甲2080大雕，安装完全没有问题。显卡长度的支持这里，现在主要是取决于两边框架型材之间的距离。我们测试过316毫米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有一点空余。正式版的机箱屁股的部分会改成螺丝固定，也就是可以先把屁股拆下来，把显卡和水冷什么的装好之后，再把屁股装回去这样对 ITX 装机的难度会有一定的降低。同时也可以把机箱内部空间利用到极限，显卡支持到330几毫米，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撞前置 USB 接口和水冷啥的。
很多人问到的328毫米的魔龙，我们正在想办法借回来做测试，后面动态更新补充结果吧。然后，如果你愿意显卡短到21公分以内的话，电源背后的网格上面还可以加装一个3.5的机械硬盘，以及既然显卡都能支持到3槽了，这个空间好像能放不止一个硬盘，对吧？没错，通过第3个设计会有一点不同的硬盘架，可以再增加一个硬盘位。这个时候显卡最大长度会限制到195毫米以内以及如果是5倍版的显卡，需要注意一下 PCB 的绝缘问题。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之前说能装7个3.5寸盘，还有一个在哪里？所以就是时候介绍一下机箱的底部了。对比顶部和侧板，这个机箱的底下只是常规的条状散热孔显得有一些朴素。这是因为这些散热孔的间隔是可以兼容多种硬件的安装螺丝位的。当你使用标准的较短的 SFX 电源的时候，电源下方是可以安装一个3.5寸硬盘的加上其他位置就能实现7个硬盘的安装了。当然，安装2.5的硬盘也是没问题的螺丝孔能对上。虽然固态硬盘随便拿双面胶捏一下就能用。如果你没有这么多存储的需求，电源下方也可以放一个标准的12公分的风扇上面加个罩子，就不用怕线材打扇叶了。以及主板的下方是可以装一把12毫米的薄扇的就是对走线会有一点要求。主板下方的空间原本是肥仔为了方便走线而设计的后来我看到这里既然都已经有这么宽了那再加一丝丝不就可以装12毫米的薄扇了吗？最终就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机箱中板悬空之后，为了保证强度，我们采用了边缘带有多个弯折的设计，再加上电源架也有加固作用，整体强度是没啥问题的。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插主板24拼或者是插内存等需要大力出奇迹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形变。安装的时候需要用手在背后拖一下。在这一块，肥仔已经下了挺多功夫，算是在便利性、强度、成本等之间折中的结果。后续再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修改方案吧。然后。对，底部还没有讲完。如果你觉得风扇装在内部走线会太麻烦，也没有关系你还可以把薄扇装在机箱底部的外侧。我们的脚垫特意选了2公分高的15毫米的风扇也是能装的，能提供不错的风量。同时，机箱底部外面的2边还加了弯折它们一个作用是对机箱进行加固，另外一个就是把底部加装的东西给挡起来在正常使用角度是看不到底部的风扇的。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前置 I/O 要放在正面的左上角了吧？因为放顶部会撞冷排，放下面会撞硬盘或者风扇。这个机箱的内部空间几乎被我们用到尽了，是好不容易才在冷排和显卡之间找到一块位置放接口的。在各个位置都有灵活的硬件支持的情况下，不同人就可以用这个机箱组装出满足不同需要的电脑主机了。比如前面展示过的280水冷加高端显卡的高性能主机比如多个硬盘组 RAID 的 NAS 文件服务器。永晴是有自带8个 SATA 接口的 ITX 主板的这样 PCIe 槽就还能用来装一张万兆网卡。以及我全都要的混搭模式也是 OK 的，就看你的需要了。在内部可以容纳这么多高性能硬件的情况下，散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侧板我们选择了比较容易开孔的亚克力并且做了较多的镂空设计。如果不开孔的话，内部硬件的温度会高5到10度。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实际测试过12核的 3900X 加公版的2080 Ti 加 EK240的一体式水冷是压得住的。7个硬盘的模式也实际测试过，在 CPU 为 G5400 底部装有双风扇的情况下，在27度的空调房挂了1个晚上，硬盘温度只到40左右连续进行了3个小时的文件写入硬盘温度也只到40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需要担心的是高端显卡的热量传到硬盘上毕竟机械硬盘安装位和显卡很近，所以如果你准备上2080等级的显卡，那么我相信你肯定也是有钱买大容量的 SSD 的离显卡远一点就好多了。看了这么多测试结果之后，如果你对这个亚克力镂空面板还是不满意的话，我们迟一点会把侧板的 CAD 设计文件公布出来带镂空的和不带镂空的都会有大家直接上淘宝找人定做一块喜欢的材质颜色的就好了做成什么样的都行。以及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散热状态还不够的话这个机箱其实还有更疯狂的隐藏的野兽模式那么马上进入到这个视频的第2部分我的分体水冷新主力机的安装吧先来介绍一下我准备把什么东西塞到这个小箱子里面。首先，主板是上一次手办展示架主机里面拆出来的 ROG X570i Gaming 这块主板接口丰富，自带 WiFi 6网卡。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正反面都有 M2 硬盘槽，可以实现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一个设计。上面插着的 CPU 是12核心的 AMD R9 3900X。
内存是影驰的星耀32GB乘以2啊，对，现在的 ITX 主板已经可以支持64GB 的内存了啊，甚至如果你用上永晴家的腰板，还能支持到128G。硬盘是 1TB 的名人堂 PCIe 4.0固态啊，做系统盘已经完全足够了。电源是全汉的 MS600G 600瓦的金牌全模组电源，我们测试过390X加2080 Ti 双烤的输入功耗不到500瓦啊，至于偶尔的突发峰值功耗，我相信全汉有办法搞定的。为了方便装机走线，我们还去定做了一套长度刚刚好的模组定制线，而且是硅胶材质。我们试过，哪怕是编织线，在 ITX 机箱里面走起来都会比较麻烦。显卡是从以前的项目拆出来的，换了 1K 全覆盖冷头的EVGA 2080 Ti Blower。当时装的时候冷排没有洗干净，有些脏东西积在了冷头里面。不过看了一下微水道里面没太大问题，应该不影响性能，自己用的东西就将就一下吧。除了显卡以外，因为我平时还需要连接文件服务器去使用上面的视频素材，而这些素材相当的大，对网络带宽要求很高，于是就需要我的电脑能支持万兆网络，所以我还买了一张 MCX 311A 单口万兆网卡，是 PCIe 4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发现我们碰上了2个难题啊，第一个是 PCIe 插槽。ITX 主板因为尺寸的原因，只能提供1个 PCIe 16插槽，而我们需要插2张 PCIe 扩展卡，第2张明显是怼不进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散热啊，只有1个280排的情况下，要压制390X加2080 Ti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解决这2个ITX 主机某种程度上的老难题了啊。第一个问题目前有几种解决方案。首先，我们从 B 站的 ITX 玩家的频道ITX Lab Coco 那里借来了他们在视频中出现过的 PCIe 分2转接卡这张卡可以将 ITX 主板上的单条乘16的通道切分成2条乘8的通道然后在华擎的 X570 Phantom Gaming ITX TV3 上面测试过在这块主板上面确实是可以支持 PCIe 拆分的，我们插上去的2个设备都可以被正常识别。这个方案看起来解决了我们的难题PCIe 3.0×8带2080 Ti 虽然会有一点性能损失，也还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这个方案最后还是没有采用，原因在那张 PCIe 拆分卡上，这玩意淘宝没有，官网上要卖到60欧元起，不包邮。我们的那张也是借的，要还这个方案购买起来很麻烦很贵，不太适合给普通用户参考。我们也测试了淘宝上面几十块钱的广达服务器上面抠下来的 PCIe 拆分卡但是很可惜，在普通零售主板上面无法使用，可能是因为没有自带拆分芯片的原因这个时候我只想说，华强北搞快点。最后，我们从淘宝上面定做了一条 M.2 接口转 PCIe 的转接线就是很多人用来给笔记本外接读显的那种线测试过，确实是可以支持万兆网卡，速率也正常，算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过来就是散热方案了，虽然我们的机箱在 ITX 中不算特别小那种但是空间依然非常紧张，我们用了几家不同厂商的产品，才终于凑齐了一套分体水方案。首先 C 位的冷排还是老朋友 EK 的 Coolstream S1 系列的280冷排顺带一提，这个系列做工真的是比 Classic 系列要强不少。水泵一开始我是打算拆一体式水冷的冷头改装下来用的但是考虑到没有水箱加水会非常蛋疼，最后就找到了 BY 家的 B-Tank DDC Mini， 它的宽度只有62毫米，刚好比我们的显卡厚度支持少1毫米，也就是说可以放到显卡的屁股后面。而且我们也量过，2080 Ti PCB 是26-27公分，剩下的位置正好够放下这个水箱。为了方便监控水温和确保水冷工作正常，我们还专门买了 BY 的带显示屏的流速计结果就是走管的时候还得想办法把这东西接进水路，自己给自己添堵。CPU 冷头也是上次用过的 EK Supremacy Classic 系列的 AM4 冷头压个390X应该问题不大。这个时候应该很多人想知道另外一个冷排要装到哪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机箱的底部里外都能装风扇，同时脚垫的高度是2公分。对，没错，在 B 站另外一个 ITX 玩家频道 EIXA 工作室的帮助下，我们弄到了水冷厂商悍将还没有上市的17毫米厚的240超薄冷排的工程样板正好可以完美的放到我们机箱的底下。同时除开外壳厚度之后冷排鳍片距离桌面能有5毫米左右的空隙，应该足够气流进出了。机箱内部的那一边用来放薄扇，就可以增加一个冷排的散热组合了。所以开始装机的第一步就是先给我们机箱的底下开2个洞让水冷管可以通过。
正式版里面这2个孔暂时也不会提供，主要是考虑到可能会影响运输中的强度。同时能玩分体水的人动手能力一般也不会差，特别是要切割亚克力管的话，家里面有手磨机或者是线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最后再把切口打磨一下，防止割到手，就终于可以开始正式的装机了。装机的第一步还是先把和主板相连的东西在机箱外面先装好，这些相信各位 DIY 玩家都非常熟悉了。然后将硬盘、水冷、电源的支架都拆下来，方便后续的安装。过来，我们选择先把280冷盘装上去，毕竟这个装好之后，后续应该都不需要动了。如果是常规的240水冷，直接用自带的螺丝拧到冷盘架上就行了。而280的安装会麻烦一点，需要加几个电圈把冷盘往下挪几毫米，这是因为空间利用过于极限，280的水冷体积已经会撞到机箱结构上的固定螺丝了，这几个电圈以及加长的水冷螺丝我们会随机箱附送的。为了方便拧螺丝，我们这里用热熔胶把电圈粘到了冷盘上，放心，热熔胶是不会留痕的，当然用镊子夹着电圈上螺丝也可以。iTech 上的东西难不难装不是关键能装进去就已经很 OK 了。这个冷盘其实比我们边框型材的间隔都要长了不过扭一扭还是可以进去。正式版屁股可以拆装，再长一点点的冷盘也是没问题的。顺带一提，这一次我们提前把水路整个接了起来，通了电，仔细洗了一次这回脏东西应该就清得比较干净了。接下来安装主板，因为这一次主板下方要装风扇所以 CPU 的供电线我们定做了一条特别长的，从上方绕到显卡背后，再回到电源，这样就可以防止线材打扇叶。其他比如风扇的线也是要注意一下。主板装好之后，就是接上我们另外定做的更长一点的 PCIe 延长线。延长线之所以要加长，是因为装了万兆网卡的转接线之后主板背后会凸起来一块再装显卡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就把万兆网卡装到了内侧的1号槽。然后通过增加4公分的铜柱，把显卡捅到最外面的第3槽因为万兆网卡是很轻的所以不需要螺丝固定也问题不大，底下铜柱拖一下就行了。而显卡放到最外面是因为虽然换了全覆盖冷头的2080 Ti 只需要占用单槽的空间，但是连接水管的快拧头、弯头什么的是有2-3公分高的显卡不放第1槽就只能放第3槽了。同时显卡放最外面的话，也能挡一挡乱七八糟的线材什么的，可以更美观。不过这里还是有个问题，虽然显卡本体变单槽了但是接口的挡片它还是双槽的。就在我准备上手磨机的时候肥仔发现淘宝上面有卖单槽的1080 Ti 的挡板，我仔细对了一下只有最后一个接口有不同螺丝位有一点点偏差，其他的地方全部是能对应上的，所以perfect。接下来是安装底部的冷盘，螺丝需要从上方连着风扇一起固定，所以长度要根据风扇的厚度重新选配。好在万能的淘宝啥都有，就是运费比螺丝还贵点。风扇这里一开始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准备从底部吸风向上吹的，结果发现大连刀这把风扇不是标准的12毫米厚度，扇叶它是凸出来一点的不管往上装还是往下装都会打到。明明这里的间隔我已经是留了13毫米了。最后我们在风扇的边框上粘了点东西，把里面顶了一下才解决了打扇叶的问题。同时底部的风扇也变成了向下吹风，机箱变成负压的模式了。接下来装另外一边，为了配合冷排的螺丝位，风扇要卡到中间一点，所以这一边也只能上薄扇了。同时挡线用的铁网也要剪掉一点不然会撞到主板。接下来就要考虑显卡和水泵的固定了，因为铜柱的强度有可能承受不起加了全覆盖冷头的2080 Ti所以我们用 3D 软件画了一个显卡和水泵的支架，然后用 3D 打印机给做了出来这一台后来买的 3D 打印机吃了好久的灰，终于又用上了。虽然是 PVC 材料打印出来的零件但是硬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扛个水泵跟显卡的屁股完全没有问题。另外，之所以成品看起来跟正在打印的时候有一点不同是因为我们其实做了几个失败品，才终于设计出一个没 bug 的迟一点我把建模分享出来吧如果真的有人想模仿我这个复杂的装机方案的话。这个支撑架的底部我还设计了一个螺丝孔，可以锁在水泵上固定的效果会更好。
放进机箱之后，支架是顶在边框型材上的不会影响到风扇或者是走线的位置等一下再在两边拿 3M 胶捏一下，效果就很不错了。显卡放进去之后，屁股也可以很好的被托住再加上另外一头是由机箱顶住的，底下的铜柱就基本不受力了。顺带提，显卡里面的空间其实还有位置可以放一个3.5寸的机械盘当然考虑到走线主管和散热的难度最后还是放弃了。几个大件都安置好了，接下来就是弯管对，没错，我们要在紧凑型的 ITX 主机里面装双冷排的硬管水冷其实我们试过软管，因为有些地方的弯太极限软管打个90度可能会被压扁，导致水流不通畅因为弯管的过程太繁琐了，这也就直接跳到安装的部分吧。首先是将前置 I/O 和冷光线的供电线给接上这一次因为要塞进去的东西实在太多零件的安装都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才能完成。所以线接到一半就要开始装水泵了水泵的出水口要通过一条很扭曲的管子连接到底部的冷排顶部连接流速计的水管也提前插好，方便后面安装。装好水泵之后又回来装电源和接线模组线提前插到电源上再装进去会方便不少。这里还加装了一个去年1300多块钱买的2TB 的美光1100，据说还是企业级 TLC， 用来装点不方便传到 NAS 上的个人文件和游戏什么的不过现在好像已经买不到了。接下来继续装水管，从底部冷排到 CPU， 然后再到顶部的冷排这里装好就会挡住电源的出线位了。把机箱转到另外一面装显卡，顶部冷排出来的位置正好和显卡的进水口对应得上显卡出水口是连接到机箱右侧的流速计显卡装上去之后，乱七八糟的线就会全部被挡在里面了看上去就会整洁不少。最后把流速计安装到电源的正上方这么一个如果漏水了就会比较危险的位置整个水路就算是安装完成了。我们找了好久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能放得下流速计还看得清屏幕的位置。然后准备加水，虽然我觉得屈臣氏蒸馏水已经很 OK 了但是这一次还是尝试了使用传说中的去离子水，去除了离子态杂质的纯水是不导电的不过我觉得到水路里面泡了一段时间之后，难免还是会有东西跑进去的。然后抗藻类这里我问了阿肯老师，他的建议是可以加透明的水冷液所以我就没有加传说中的硫酸铜，而是去搞了一瓶 EK 的浓缩水冷液，据说还有抗腐蚀的作用。按照水和浓缩水冷液9:1的比例加到尖嘴壶里面混合好这个瓶子也是看阿肯老师的视频学到的，确实挺好用的，还很便宜几块钱一个。过来就还是老套路了，垫够纸巾之后开始注水水泵通过外部电源启动，这样万一真的漏水了，硬件也不会烧。刚启动会有比较多的气泡开几个小时就会慢慢排走了。这次还装了个泄压阀，防止水蒸发之后压力太高爆管虽然理论上是不会的。气泡排干净之后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内部的管道还给人一种复杂的蒸汽朋克式发动机的感觉。然后另外一边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我决定还是把显卡冷头拆出来清洗一下。可能是因为气压的原因，我们发现有一大半的水居然倒不出来结果又是拆显卡的堵头，又是吹气，才终于把水排到可以拆显卡的程度。接下来还出动了除了牙齿什么都刷得干净的清洁法宝牙膏才终于把冷头内部洗成了能见人的样子。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再把从海妖Z63上面拆下来的1800转的风扇装上去。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放手办不过在我的藏品之中能放进去的只有这个超小号的萨斯盖了配套的哪路头都不行。最后把侧板装回去就总算是大功告成了。真的是折腾了好久。那么我们来开机。
OK， 那么来看一下，在折腾了这么久之后这台双冷排的水冷 ITX 主机的实际散热表现如何？在 CPU 加显卡双烤了半个小时之后显卡温度只到66，比公版散热低了15到20度。而 CPU 这边嘛，因为显卡的热量进到了 CPU 的散热系统反而比 EK240一体水池高了几度。这个时候的水温才是45度，锐龙3代的积热问题大家懂的上一次那台双360冷排的主机压390X CPU 温度也只低了6-7度。一般来说，正常使用电脑的时候 ，CPU 和显卡同时满载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这套散热系统我觉得已经 OK 了。而且因为 CPU 和显卡的热量都是直接排出机箱外面所以主板和硬盘的温度都比较低。性能方面 ，CPU 跑220的成绩和在 X570 Ace 上面非常接近Time Span 的得分甚至比上一次对比评测时的还高一点点。鲁大师也给到了83万。还有就是被夹在显卡里面的那张万兆网卡工作也很正常。用这台主机玩了1个多小时的古墓时 ，CPU 和显卡的温度最后稳定在70度上下。所以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忍一时一下略我买来了3000转的猫头鹰工业扇，看能不能让温度表现再好一点。结果 CPU 温度只低了3度左右，水温只低了1-2度，但是噪音直接上到了60分贝看来2000转左右的风扇已经足够吹透这个冷排了包括把机箱垫高，让底部的冷排透气性更好也试过，降温也是只有1度左右看来 CPU 温度还想再低，怕只能上液晶了。所以没有，这个要再放一次水拆 CPU 冷头太麻烦了。顺带我又尝试了一下超频，在 1.38 伏下把这颗390X超到了 4.4G 成功通过了220的跑分。ROG 这块 X570i 还是有点东西的。内存的时序也尝试压了一下36C1620能通过烤机测试，对于锐龙3代来说基本够用了。终于搞完了这一次不光是使用了我们自己设计的机箱，还用上了一些还算新鲜的产品和技术终于把旗舰级别的处理器和显卡给它塞了进去并且用280+240的冷排组合完成了正压甚至还加了一张万兆网卡非常感谢在这一次装机中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而且这一次出来的成品体积还比较小巧，只有13.7升众所周知，机箱以外的部分是不算在体积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有更高的散热需求，脚垫换成3公分、4公分的话性能可以更强哦。就算把2公分的脚垫算上，体积大概也只到14.8升这样在能上水冷和全尺寸显卡的 A4 机箱之中起码不是最大的。而且在这个状态下，它还有再加一个机械盘的潜力这也就留给广大玩家们发挥了。随着电脑 CPU 和显卡的能耗比的提升电源厂商对小型电源的研发投入大容量固态硬盘的推出，还有 ITX 机箱散热方案的改进现在要装一台高性能的小钢炮主机比起我当年刚玩小机箱的时候真的是方便太多了。所以这个 Vector 1机箱的第2批全款预售已经在我们的淘宝店铺开启了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就可以到达第2批最晚是8月4号发货，不过理论上应该不用这么久，因为做第1批的时候制具什么的都弄好了。这次说实话，设计机箱以及折腾这么一台高压缩率的主机其实我是玩得挺开心的销量已经有一点看开了所以顶上这个图案的设计，起码 Vector One 的标准版是不会动的。考虑到确实有很多人觉得499比较贵也有很多人喜欢更简洁一点的设计，所以后续我们应该会再推出一个去掉冷光线顶部图案放弃 CNC， 使用现有的刀具去开孔的 Light 版这样成本能有效降低扩展位这一些是会保留的不过剪了冷光线之后，里面的结构也要再做一些调整，还要花点功夫再打样板，再去验证稳固程度什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保持关注。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